为什么巨婴这个词近几年会成为流行的词汇？为什么说巨婴行为是大脑皮层还没有发育，或者是大脑皮层已经退化的特征？为什么说巨婴这个词是中国文化下特有的产物？今天我们开始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先做一个开篇，主要看一下这本书的评价、序言以及我自己的一点读后感。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好，让我们先看一下推荐序。这本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是精神分析，或者说心理动力学。精神分析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学问，它告诉你是什么和为什么，从不告诉你该怎么做。也就是说，提供分析思路和解释，但没有提供可以执行的解决方案。而这本书的重点放在了我为什么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以及随后立即浮现出来的问题，我怎样才能改变我当前的处境。这本书名字是《巨婴国》，巨婴的意思是一个个体在身体上已经发育成为成年人，而在精神上还保留着婴儿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这些巨婴特点包括自我意识狭窄，无法预知自己的言行以及对他人可能造成什么影响，人身依附，使自己成为他人或机构的一部分，丧失或出卖个人良知的底线。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层面，为了操控而操控，无法施予爱或者享受爱。书中列举了很多的例子，而我们作为读者也可以列举无数发生在身边的事例。这就和上一本书的全名有所呼应。上一本书的全名是《奴化的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也是我长久以来一个隐隐的感觉。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萌芽的人，每个人活得像一台只有键盘、鼠标和显示器而没有 CPU 的分机，每一个人都是挂在一台大主机上的小外挂。就像中国社会流传很广的那句话，离开公司，离开单位，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的内核的恶毒在于杀死你的自主意识，摧残你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深入思考上下3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毒素是施虐因素，因为爱制造分离，而施虐制造忠诚。在文化延续所制造的歌舞升平的表象之后，是每一个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想成为自己愿望的无边的目的。序言的作者也是一个孝顺文化的坚定反对者。孝顺是对长者的恶性催眠，你老了，快死了，所以我让着你一点，这样你可以占点便宜再离开这个世界。孝顺是对长者的巨大排斥与不屑，被催眠的长者会提前进入垂死状态，苟且地活在孝顺包围的虚假世界里。所以孝顺是坟墓的一种精神形式。我曾经想过，被晚辈或学生孝顺的场景，确实可以满足一些帝王般的操控欲，但却伴随着弥散的孤独、无力和悲哀。一番权衡之后，我想说，请别孝顺我，请真诚地对我，就像对你的同龄人一样。从心理发展阶段来说，孝顺表示固着在4岁前的人际控制和反控制期，人格还没有发展到更高的爱的级别。用爱替代孝顺是全文明级别的巨大进步，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享受到这一进步带来的无限福利。以下的部分是本书作者自序的总结。作者在大二时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了解人。于是他在上学期间主攻临床心理学，还跨学科旁听了哲学、文学、艺术等科系的课程，同时还泡在图书馆里广泛地阅读。作者2001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从事国际新闻、心理专栏的工作。2006年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德精神分析班，跟随德国的精神分析师们学习。这时他真正学习了精神分析。临近出发时，作者做了一个梦，让他有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解构中国的孝顺。同时作者意识到，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解构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危险。如果他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这份解构工作就会安全很多。然后作者总结了自己家庭父母和爷爷奶奶之间的矛盾，结合自己在给客户咨询时的案例，以及生活中的一些观察，总结出一个中国式好人的概念。所谓中国式好人，就是他们看起来对人很好，但感情是冷漠的，缺乏热情，并且总伴随着孤独，就像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作者的探索思路由此展开，
进而发现中国式的婆媳关系，妈宝男，中国式爱情模式就是找妈，无论男女都在找妈。终于在2012年的年底，作者在看电影《1942》时，一个清晰的概念跳了出来，巨婴。这个词描述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特征。我们多数人看似成年人，但心理发展水平其实还是婴儿水平。用这个概念去理解各种经典的中国社会现象，就容易了很多。比如老人讹扶助者这件事情，如果将老人视为巨婴，那就很好理解了。婴儿是没法面对失控的，失控会引起他们巨大的无助感，他们需要将失控这件事从自己身上切割出去。他们会认为，既然失控意味着我控制不了，那意味着只有一个我之外的力量在控制这件事，并且因为这件事是伤害性的，所以必然是敌对力量在控制这件事。成年婴儿即巨婴，和婴儿的心理逻辑是一样的。作为巨婴，这样的老人摔倒受伤是一个巨大的失控，他们会认为这不是我导致的，而是我之外的一个敌对力量导致的，并且他有主观恶意动机，所以他们必然会找人去怪罪，这样就保护了他们我还能掌控我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感觉，且他们认为对方是主观恶意的，于是对方必须负责和道歉，否则他们就一直死磕下去。在一些案例中，即使有了视频，并且目击者强有力地证明了对方是扶助者，他们还是要死磕。由此可以看出，巨婴这一概念可以强有力地解释很多中国经典社会的文化现象。2012年年底，巨婴的概念形成，2013年年初，则围绕巨婴形成了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理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作者就想写这本关于巨婴的书了。到了2016年，这本书才终于写成。看似拖延，但拖延也有一个好处，先是看到多数国人是各种各样的巨婴，同时作者看到自己也是一个巨婴，巨婴的各种经典心理在自己身上也都有，而对自己内心巨婴的认识需要时间。正是从2012年开始，我终于开始碰触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东西，我心里住着一个恐怖的自我。我开始深切地体悟到，我的好人形象其实是掩盖在我内心深处住着的这个魔鬼。从2012年至今，我不断地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每个巨婴深处都住着这样一个魔鬼。随着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全面，我也越来越爱这个魔鬼。最终我明白，原来它就是生命力自身。婴儿的生命力是无好无坏的，如果它能被看见，这份生命力就得到了祝福，它就会被转化为好的生命力，如热情、爱意、创造力等等。如果它不能被看见，就意味着这份生命力被诅咒了，它就会转化为坏的生命力，如恨意、破坏性等等。我们内心深处住着的所谓魔鬼，其实都是这样一个东西。作者从个人的分析，进而扩展到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我们社会的各种经典现象，因为是巨婴水平的，经常看上去很低级、很可笑，也很有破坏力。我们社会的各种制度建设，也包括以儒家为主的思想文化，在作者看来，其实都是在试着去压制这个魔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惧怕巨婴们心中住着的这个魔鬼，但是本能上我们喜欢走的路是注定走不通的。如果只是去压制这个魔鬼，就像是如来佛祖先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而后又给他戴上金箍，这只能是暂时克制其破坏性，但同时也损害了活力和创造力。在作者看来，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将我们心中的孙悟空、哪吒等释放出来，看到、认知到他们其实就是宝贵的生命力，去爱这一部分。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讲，原始的生命力都是带着攻击性的，一个人必须将他带着攻击性的生命力展现在关系中，以此和另外一个同样如此真实的人建立关系，然后才能得到亲密并被救赎。比如对婴儿来讲，只约束他是不行的，相反，要允许他的活力流动，以此和妈妈建立起亲密来，然后婴儿的整个生命力就得到祝福了。对于巨婴来讲，这也是一样的。当思考到了这个的时候，作者在解构孝顺乃至各种中国式的现象，那种愤怒和戾气就真的可以逐渐消失了。作者将之归于中正，真的就像一个中正的咨询师，只是试着去理解和接纳这一切动力。同样的，作者说对他自己而言，这句话也特别实用。本能上我们喜欢走的路是注定走不通的，
作为一个中国式好男人，我本能上喜欢走的路都是宅男风格的，如做咨询和写书。但是这条路走下去，并不能真正的达到我的这个目标，搞明白中国人。特别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巨婴，我必须打破宅男的封闭，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将自己的心展现在这个世界上，将宅男的对立面活出来，这样才能真正的认识到我是谁。所以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巨婴的书其实只是一个开始，他还会做更深入、更全面、更活生生的观察和思考。作为一个思考者，不可避免的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难免会偏颇，所以欢迎各种指正，也希望能和富有真知灼见的人有更多的交流和碰撞。好，让我们做个总结。上一本书《奴化的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的视角是中国人群体和中国文化，不太侧重于个人的分析、个人的视角。而《巨婴国》这本书则是转换了视角，从一个个人的视角去了解中国人，进而去了解中国文化。这本《巨婴国》是上一本书的衍生物，可以从另一个面向去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比如对孝顺文化的批判、中国是好人的虚伪，以及巨婴现象的普遍性，都揭示了深层次的社会心理问题。这本书是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延续，强调了从个体视角出发理解社会现象的重要性。这种转换视角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现象。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从三重脑的模型视角来看，巨婴这一行为的特征大多数表现在婴儿和老人身上。除了传统文化重视情感、心情与面子等因素有关，还有一种可能是与婴儿负责理性思维部分的大脑皮层还没有发育，而老人的大脑皮层已经退化有关。加上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就没有理性的传统，所以人的思维及行为习惯一直没有得到理性的约束。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是改变的第一步。通过认识到我们内心的巨婴，我们可以摆脱这些限制性的模式。那么你们的看法呢？你们能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自己吗？让我们讨论并分享自己的经历，一起做到个人的成长与超越，做到文化出埃及。